Hello， 大家好，今天想给大家聊一聊这个 GPT 啊，为什么大多数的人用 GPT 呢？只是查资料、写点文字，顶多就是把它当成了一个高级的一个百度在用。其实我们只是用到了 GPT 的冰山一角 ，GPT 的能力呢远远不止这些，也是白白浪费了这个顶级 AI 的真正实力。那么真正厉害的人呢，是能把它当成一个随身助理啊，把效率提升几倍。那么今天呢，我将带你来了解到10个你不知道的 GPT 的一个隐藏功能，但是 GPT 呢却提供这样的功能，并且这些技巧呢可以改变你和 GPT 的一个互动方式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你的生产力。那么所以今天呢，我向大家展示这些功能是什么，以及你如何最好的使用它们。那么如果觉得小鱼儿今天的分享呢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那么这样呢，即使你不小心划走了，你还可以在收藏列表里找到这个视频。废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第一个 GPT 的隐藏功能就是 GPT 的一个设置。那它在屏幕的右下角啊，这里可以有个头像啊，这里面有一个设置功能。GPT 呢，它是有一个记忆管理的一个功能啊。如果说你想让它记住你的偏好，提高效率，还是想让它彻底忘记和你的聊天，保护隐私，其实这些呢完全都是你说了算。那么这个功能哈，它有利有弊哈。如果说你开着的话，那么就像小鱼儿哈，这里呢我给这一个聊天框呢取名为标题优化。那么当我每个视频做好啊，有一些标题我就直接甩进来给它，它会直接给我进行优化。那不用每一次都重新发送啊，发送我的身份，我要干什么。那么这个功能只要你开着的话啊，它就会自动记住这些信息啊，直接给你针对性的建议啊，你不用每次都重复介绍一遍自己的事情。但有很多朋友呢，他注重自己的隐私哈，并且不想去储存任何信息在这个 GPT 里面，那同时你也可以把它关掉。那你如果说不想去开新的窗口也可以啊，你可以直接发送这样的一个指令，忘记前面的内容，重新开始啊，直接发送给他。那么可以看到啊，他会直接回复你，好的，我们重新开始，请告诉我你现在想聊什么话题。那我们同时也可以去把这个记忆功能给它关掉。接下来呢，我教大家怎么操作。首先我们点击左下角，这里有一个头像，头像这里面有一个设置啊，接下来你会看到2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呢是数据管理，那么这儿我们直接点击数据管理，最上面会有一个为所有用户改进模型。那么这个选项呢，默认呢它是开着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GPT 呢，它会拿着你的对话数据啊，去训练它的大脑，让它变得更加聪明。如果说你不喜欢，直接点击进来啊，把这个给它直接关掉就可以了。那么关掉之后呢，这样呢，你的数据呢就不会被用来训练模型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点击这里一个个性化，在个性化设置里面呢，有一个记忆功能，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记忆功能，这个就是是否需要保存你的一个记忆，能否让它记住啊你们之前的一些聊天内容的一个开关。在这里呢，我个人建议哈，如果说你经常用 GPT 来工作啊，那么这个就把它开着，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多大的影响，反而呢，它真的可以提高效率。可以看到哈，这里一个参考保存的记忆，这里是开着的啊，参考历史聊天记录哈，这个是开着的，包括还有一些录音历史记录哈，都是需要参考，那这些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打开的。如果需要你就开着，不需要你就直接点击后面这个按钮把它关掉就可以了，这全部都可以把它关掉。好，接下来呢就是如何选择模型。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 GPT-5， 点击这个倒三角。那自从 GPT-5 呢这个新模型上线之后呢，那 OpenAI 呢它就把所有的老模型呢都全部下架了啊。现在可以看到就只有一个 GPT-5 啊，还有一个 GPT-5 的一个分开版，还有一个 GPT-5 的一个Pro 的一个升级版。那么它这2个哈，可以看到 T5 可以看到上面有个 Other 啊，下面有个 Thinking。那上面一个模型呢，它有什么特点呢？它会根据你的任务自动思考模型，还有它会在这个常规模型之间来回切换啊，它能够瞬间判断出你的问题的一个难点啊。可以看到呢，这个呢它就会速度会很快，它也会用你最适合的方式来解决你的问题。以前呢可能要去记住哪个模型它适合做什么，但是现在呢都不需要了啊，一个 GPT-5 呢就能替代以前所有的 GPT 的一些模型。GPT 它现在就已经强大到它自己就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招数啊，自己该用哪个模型啊，它自由切换
那么 GPT-5呢，它最大的提升有3个点。首先，第一就是速度现在的 GPT-5呢，基本上是秒出结果，可以看到我问它立马就能出结果。第二呢，就是写作更像真人，它写出来的东西你根本看不出来是 AI 写的，完全没有以前那种 AI 的那种僵硬感，就看起来就很假的那种感觉。那 OpenAI 说现在的 GPT-5呢，幻觉现象比之前的O3模型少了6倍，现在给你的信息准确率呢大大的提升而且不会像以前那样问点什么敏感问题呢就各种拒绝现在 GPT-5呢，它这个回答问题也是非常的灵敏它会快速回答，需要思考的它会给出时间思考它会自动的进入一个深度思考模型，花一点时间来给出最完整的一个推理。那么上面用的是 GPT 的一个自动决定思考的时长，那下面我们再来使用它的一个分级版，就是它需要思考的这个直接发送给它我让它写份商业计划可以看到这里正在思考。基本上用上面这个模型是不会思考秒秒钟出结果但是这个可以看到它还需要思考，那它就会进入到一个深度思考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它会花时间给出你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推理复杂一点的问题呢，你还可以直接让它想清楚再回答它就会更加的认真。那么可以看到这儿它是一边思考一边在回答这里已经思考了35秒。同样是2个版本的一个计划书但是明显下面这个会更加丰富上面这个呢更加简单。这就是深度思考为什么说它给出的答案呢更优质。所以说现在的 GPT-5比之前的版本强了3个点。第一，速度极快；第二，写作水平提高；第三，更少的胡编乱造。即使你现在呢问一些敏感问题它也是完全可以回答。以前呢问敏感问题各种拒绝要不就直接说是不符合，就直接就不回答。可以看到它直接在帮我生成一个吊带美女。那我换作是之前的模型的话，它会各种拒绝什么你违反了我们的什么社区准则违反了我们的什么规定但是现在就完全没有这些事儿。所以这儿呢GPT 的它的一个 Plus 付费用户和免费用户的差距有多大呢？那么 Plus 用户可以用这个 GPT-5的分级模型如果说你是免费用户你在这个里面是看不到这个模型的。如果说你用的是这个分级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就是这儿呢，它会思考更充分回答更优质。那这个系统呢，它会强行的让它思考，进入更长的一个时间去思考。针对如果说你遇到一些特别复杂的问题的话，你就可以用它。但如果你是免费用户的话，那么这个 GPT-5那每5个小时呢可以用8到10次。那么当你用完了你用完了这几次，它会自动的帮你切入到 GPT-5的一个 mini。那它的功能呢当然肯定是要差很多，但是比起之前用的那些老版本呢也稍微好一点。所以这里呢，如果说你平时要解决一些疑难杂症需要用到这个分级版需要用到 GPT-5的版本升级版那大家可以去升级一下。对于国内的小伙伴想要去升级 GPT， 那么你没有一张国外的虚拟卡呢，你没有办法升级。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代充平台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小伙伴来到这里，可能你还没有一个 GPT 的一个独立账号，你也可以去购买。那怎么购买，怎么样去升级 GPT 呢？大家可以打开我的视频，点击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这里在描述栏可以看到更多。第一个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 GPT 的一个账号或者会员代充，我们这里直接点击这个链接进来。那这个平台叫做银河录像局包括小鱼儿的 GPT 呢代充呢升级呢都是通过这个平台。那么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工具大家有需要的也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就像奈飞，如果说你要喜欢看个美剧啥的你就可以来买它直接去充值就可以了。那没有 GPT 的可以看到这里可以直接去进行一个 GPT 的代充。还有其他的包括比如说你有一个苹果没有苹果的什么 ID 没有苹果的没有一个什么谷歌账号这些都有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包括什么 YouTuber 的这个账号啦，这些都有它这里面还有一些这里面针对 AI 这块也有很多比如说密集里没有比如说光位这些 AI 工具也可以看一下。这儿还有比如说你没有谷歌账号的，你也可以来买一些现成的还有一些苹果商店账户的这个也是可以来买现成的。
如果说你有 GPT 账号，你可以直接点击上面这里有个代充啊，可以点击这里有一个 GPT 的一个 Plus 代充，直接点击一个购买啊，可以看到现在来打8折啊，使用我视频下方的就是这个链接进来了，它是有一个折扣的啊，大家可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描述栏找到 GPT 的一个代充的一个链接。那这儿你可以国内的小伙伴可以看到，你没有国外的银行卡，你可以直接用支付宝这里用支付宝就可以把你的 GPT 升级为一个 Plus 版本直接点支付宝去扫码支付。那么还有一类小伙伴呢是没有 GPT 账号的朋友你可以点击这里有个 GPT 的 Plus 进来一个购买在这里面它有些合租的合租这些我就不建议了，但建议大家直接使用顶上这里有个独立会员独立会员你自己用一个账号，合租你和很多人共用一个账号，第一它没有一个隐私，第二呢它还容易封号还用起来可能也不是那么顺畅建议大家自己买一个独立的账号那它这里只要100多块钱一个月一个月满了之后呢，你还可以继续续费这里也是同样点击支付宝去支付就可以了。好，拉回来，那么第3个功能 GPT 的一个网络搜索功能，这儿比如说我这儿去搜一些什么 AI 新闻这个 GPT 的一个网络搜索功能，其实很多小伙伴可能对这个 GPT 有点失望可能被一些 AI 不切实际的一些回答来给受个骗所以说很多人一听说 AI 搜索就摇头，那么宁愿来选择一些百度或者选择一些谷歌去慢慢的找，也不想去用 AI 的信息。其实不是不用，是很多时候我们用的方式不对。那这里我就来告诉大家什么时候该用搜索方式。那这个也是小鱼儿从用的这1、2年总结下来的。这里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很多问题它如果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如果说你只是想问美的电风扇多少钱美的空调多少钱，那么这种呢我建议你直接在百度里面直接去随便搜就可以了，或者说直接去美的的官网里面去搜，这样呢更快答案更精准。但是如果说你要问我每天通勤50公里适合买电动车吗？爱玛和雅迪怎么选？那么像这种问题呢，你交给他就对了。那么可以看到 GPT 呢，它能分析你的使用场景，并且呢对比不同车型的一个优缺点，甚至呢它会计算用电的成本，怎么选车它的一个电池路线它的长续航车型差异点这些它都能跟你包括一个怎么样落地的配置到电对比清单，这些它都会跟你解释的一清二楚。但是这些内容如果说你要去自己搜的话，至少你要打开几十个网页，并且呢反复对比参数，可能你要花上几个小时又或者是呢你可以直接问他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几年前的 iPhone， 主要是拍照还有剪视频，那现在要换一个新的 iPhone 有必要吗？那么摄像头还有处理器速度提升大不大？那这种问题其实就要交给他来解决，因为你自己去搜会非常的麻烦你可能要搜几十个网页你可能还要看测评，还要看用户反馈自己还要分析半天。但是呢 GPT 呢它就能很直接的给出你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分析还会具体的告诉你呢需要提升哪里，值不值得去换，这样其实就为你省了好几个小时。所以现在我的一个使用策略呢，简单的事实就直接查询，采用谷歌百度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要对事实进行分析，那么就要用 GPT 的搜索功能，这个确实能帮我们节省很多的时间。那下一个功能呢，就是一个专案功能。我估计很多朋友特别是一些新手可能都没有用过，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呢，你一旦用上了你会觉得你以前使用 GPT 的方式呢简直太原始了。比如说以前你和 GPT 聊了半天的话题，那么第二天再问相关的话题你还得从头到尾再解释一遍。那现在有了这个专案功能，这个专案功能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超级独立工作室它能够记住你之前所有的对话内容。比如说我今天问他比特币应该买多少合适，多少买进合适，第二天呢我又接着来问他买索拉拉又买多少买进我给这个专案呢起名叫投资比特币，他完全能够记住昨天说的什么今天不用重复，那么需要告诉他你想买哪一个币种，那么他会给你很清晰的一个答复比如说今日的索拉拉的交易计划
入场你应该设置多少啊？止损你应该设置多少？止盈你又该设置多少？仓位你应该投多少？那么他会给你2个方案，方案 A 方案 B。 那还有呢，不想盯盘的，他会给你比如说现货分批低吸。那比如说今天呢，我又想问他 ETH 呢，那么你只需要告诉他哪个币种这说到这里呢，小鱼儿多说一句如果说有喜欢玩比特币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做一些投资的朋友以下只是建议投资有风险大家都需要谨慎。那么也可以点击我视频下方描述栏的一个注册按钮，有币安的和欧易的一个注册按钮，这2大交易所呢也是目前是大陆的小伙伴玩的比较多的大家可以去点击我的注册链接和我的注册邀请码，那么这样呢，后续你交易的时候呢，就会有20%的手续费的减免。那想要学习的朋友呢，我也会放一个新手教程，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去考虑一下。那你有闲置的资金想要投资的，可以看到我就问他这个 ETH 这几个是几个稳定币我问他这个 ETH 又应该怎么样去买进应该是多做多还是做空，这里可以看到他都会告诉你，他会直接的给入你的一个入场价。那么我们知道买比特币的话，你是要设置一个入场价的你比如说入场价是多少，你是要现价还是市价，这些他都会给你说的比较清晰，可以看到那他会让你入场价设多少止损设多少，止盈又设多少，那他还会告诉你执行纪律。那么固定风险，你每单大概要亏的话，也就是亏个20U单笔亏个10U。那他还会告诉你需要我把你选的方案多空整理成 OKS 一键 OCO 下单清单吗？比如说价格、数量、触发条件这个有点像是傻瓜式的操作了。平时我们自己去投资去购买，可能你还要去盯盘，还有各种学习其实有了投资建议大家也可以轻松很多但至少来说呢，你会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这个专案这儿就不给大家多讲了。那这个专案呢，可以看到它这里除了比如说一个专案，你还可以有很多的专案，比如说什么标题优化呀，比如说封面建议比如说脚本优化等等这里你可以看到，在这儿它有一个新项目，比如说你有想要建立一个新的专案，那么你就点击这里新项目，那么你项目的名字在这里你可以直接设置一个，比如说我设一个建房计划比如说我打算从0开始去修建一个别墅，对不对？你就写一个建房计划，点击创建。那第一次稍微麻烦点，第一次一个身份你要给它相应的一个提示语，比如说我从今天开始建房但是我是一个新手小白，我建房的第一步是什么你这样可以去直接问他。这个呢，我就给他我说这是一个建房计划那大概意思就是需要改造一家美容店到有多少平方，想要搭建一个2楼想要配备里面的一些设施，我问他该怎么样去计划，直接你就发送给他。今天第一步你要干什么比如说今天我第一步要去买材料，你就先把第一步完成，第二天你又来问他，那第二步我又该干什么你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他给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计划你可以去进行参考你至少知道你今天该干什么，明天该干什么。你把这边的专案可以看到，在这边把名字给它备注好，比如说建房计划，你也可以改成这里点击从命名改成一个美容店改造这样也可以给它改成美容店改造。那明天再来的时候呢，你直接找到这里这个新项目美容店改造，可以看到它会给你很清晰今天你该做的10个第一步。第一步要去测量拍照第二步要决断能不能做夹层，第三功能分区初稿第四机电容量核对。那比如说你想出去旅个游你也可以在这里再新建一个旅游计划，或者说比如说你要去哪个什么泰国呀，比如说去韩国旅个游你也可以写韩国旅游攻略。还有专门研究 AI 代理的你可以先建一个专案，然后填写专案的名称，在这里你可以放大量的文件，那么它也会基于你上传的资料来回答问题你也可以在这里来添加指令并且要求 GPT 聚焦在某个特定的主题，让它用特定的语气或者格式来回答你的问题一开始你就把这些给它设定好，给出相关的一个提示语。
那么你还可以在专案里面呢开启一个代理模式，那么它还有一个深度研究功能啊，你要使用这个 Thinking 版啊，它是深度研究、深度思考。这个对于一个长期需要做项目的人来说呢，特别好用啊！你不用在不同的对话框里面去反复解释背景啊，今天需要解释一遍我是干什么的，我需要你做什么怎么样的，你也不用担心上下文卡文缺失。那一个项目的话，你可以从头到尾 GPT 呢比你还清楚你要做什么。好，下一个技巧呢就是一个画布功能，这里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用过。那么简单的说呢，它会把屏幕呢一分为二。那我们写稿的时候呢，一定要用这个画布。画布呢，就像你用了一张你们两个共用一张纸，你可以选中某一个区域，直接点击右下角这里编辑按钮对这里进行编辑。你可以删除，也可以重新编辑。那么想改哪一段你就可以在左边呢，你也可以在左边去编写，也可以直接在右边它给出的答案里面直接去修改。比如说这里我要删除它直接删除。你可以看到有不合理的地方，或者说你想修改的地方你可以随时就直接把它改好。要求改哪一段呢，就可以直接改哪一段。那还能给它3种不同的改法。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在左边，比如说你想改哪一段你就让它改，可以看到这里我让它改第3段，那么它就在改这第3段的内容。我让它在最后加一个你直接点击这边，你在这边改也可以，在这边改也可以这个画布功能真的非常的好用，特别是针对一些写稿子的，比如说有一些作家写小说的，他这里已经想出来了一段了，这 AI 帮他写出来一段，那这里面他想要再针对性的去改，就直接来这边改点击右下角的这个笔直接针对性的改，想改哪里就改哪里想删哪里就删哪里。除了这个改或者删除，那这里它还有一个调整长度。那如果说你觉得太长，你还可以把它调整的短一点。那这边可以看到还有一个阅读水平这儿还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功能，添加最后的润色。那么你发出这个指令之后呢，它就在开始帮你润色。而且现在大部分的用户其实可能都还不知道这个画布功能。那么你还可以在某一个地方添加表情。这里添加表情，它有字词、有部分、有列表，还有一个移除。比如说在字词这里添加表情，这样呢，它会在整个里面给你添加一个表情。这个适用于哪种呢？比如说做小红书文案的，写小红书脚本的。小红书大家都知道它的一个文案里面呢会添加很多的表情，那这个就完全没有问题。那么想要去掉表情怎么办呢？可以看到它下面这里有一个移除这样它就直接帮你移除了。这个画布功能真的非常的不错。那么这就相当于呢 AI 和你在同一个界面里同时协作编辑。对于经常搞一些什么广告设计需要用到文案的朋友来说这个功能一定要用上。如果说你平时没有用到这个画布功能比如说在这里我们用的是这个专案项目，那你可以点击一下这里，它是完全是没有办法改的。这个画布功能在哪里，该怎么找到呢？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新的聊天你可以在这个加号这里可以点击这个加号下面这里有一个更多，里面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个画布功能，你就可以编写你的给出你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计划。下一个生成图片就是一个图像生成功能。那以前生图呢就是碰运气，生图其实也是小鱼儿经常干的事情用 GPT 来生成一些封面图或者一些需要的图片，那经常都是一次性不成功，第2次第3次就像开盲盒一样的，都是碰运气，提示词不对或者风格不对，换个风格。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我们点开这里的打开一个新窗口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 GPT 呢给了我们9种不同的画风选择你可以点击这里加号，下面有一个创建图片，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有一个风格，它给了我们9种风格。那么你想要什么风格的，比如说赛博朋克的、动漫的或者说是专业摄影的，或者说是80年代的魅影还有什么合成器浪潮，想要什么风格你就点什么风格比如说我这里在使用一个动漫风格，一个老太太，那么一个老太太带着孙女在公园长椅上吃汉堡包，那你这里直接点击发送就行了。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选的是一个动漫风格一个老太太带着孙女在公园长椅上吃汉堡，这个就是一个卡通风格这个可以说是整个画面完全没有问题，这个效果真的也太棒了。那么可以看到，当你选中这个风格之后呢，它会在你的提示词的前面或者后面呢加上一个细节，
比如说我选的是这个动漫风格啊，它会写，它这个是自动啊，它会跳出来你选了动漫风格，创建细节化动画美学图像啊，传递眼神传神眼部平滑赛路啊，传神眼部什么干净线稿啊，突出情绪张力啊，传递一个典型的动画场景的一个动势氛围，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就出来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再也不像以前了哈，开盲盒。所以你想要什么风格哈，直接先选风格，比如说一个赛博朋克风格，然后在后面添上你的提示语就可以了。我又用了一个新艺术运动风啊，可以看到它给出的这个结果哈，出的图还是非常不错啊，质量还是挺高的。老太太在公园跳绳，这样就可以避免提示词不对，避免来来回回的去反复修改。现在还有一点哈，就是你生成好的所有图片，以前我们都是你要在每一个里面哈，你在哪个聊天框里面去建的图啊，你要到里面去找生图，我是在哪个里面生的。但现在呢就不用了，可以直接看到 GPT 的啊，这里有个库，直接点开它。那么你之前生成的所有图片，可以看到这是我刚才生成的，之前生成的所有图片啊，它都全部保存在这里啊，你随时看就可以随时打开。那你想要更改任何一张图片，比如说这张图片，你点开它，那你还可以继续在这里编辑。比如说这儿我让它把背景换成客厅，那么可以看到 GPT 立马把背景换成了一个沙发，家里的一个背景。那么经常要使用到绘图功能啊，想要做什么封面图啊，或者做一些什么卡通图片啦的朋友啊，想要经常生图的朋友可以来试试哦。那下面一个功能呢，也是非常进阶的一个玩法，那么就是自定义 GPT。简单来说，你可以去创建一个 GPTs 啊，这个是之前可以叫做 GPTs， 可以创建一个专门为你处理特定工作的一个 AI 助手。比如说我这里专门创建了一个文案分析专家啊，专门创建了一个比特币的一个挂单助理，还有其他的，你想要创建什么，你就可以在这里来直接点击这个 GPT 来创建。你可以让它专门帮你写脚本，也可以专门让它帮你翻译，也专门可以让它帮你做提示词。以前所有的自定义 GPT 呢，都只能用之前的一个默认的一个4O 的一个模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点击右上角的一个创建。但现在呢，所有的模型都自己选了，可以看到这里模型你也可以选择 GPT-5也可以选择 GPT 的一个分坑版当然上面这些版本都是需要升级版才能用的。如果说你还是 GPT 的一个免费版，那么你是使用不了的。想要升级、想要代充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的 GPT 的一个代充平台去让它帮你升级到一个 GPT-5。那么这里还可以点击加号来添加你的文件，上传你自己的一些相关资料现在的自定义 GPT 呢，现在非常的灵活你可以针对不同的任务呢去调整 AI 的一个性格还有能力。你可以到这里来创建一个新的 GPT 一个自定义 GPT， 那么可以直接点击这个配置比如说你起名，比如说让它专门帮我写小说或者写文案，这里描述一下添加有关 GPT 功能的简要描述，指令你需要的什么指令，开场对白上传你的资料，那么需要使用到哪些功能，比如说网页搜索、画布、图片生成包括一个代码有需要你都全部把它勾上，点击一个新的创作。接下来呢可以看到点击右上角的一个创建，那他会问你，那这个只有你能看还是知道该链接的人？我们这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来选，点击一个保存。可以看到 GPT 自定义 GPT 已经发布了。好，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呢，我的新的一个 GPT 呢已经创建好了。如果说你每天需要让它帮你写什么东西你就直接点击这个进来。好，接下来这个功能呢，绝对是对做自媒体的小伙伴做内容的小伙伴来说呢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开瓦的插件。以前我要用到开瓦的时候，我都要专门去打开这个一步一步的去操作。那这些模板这些都是需要自己来手动的去查找所有的内容呢都要自己一点点的去编辑去设计。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在 GPT 里面就能找到开瓦的插件，那我们可以直接就在这个 GPT 里面来做这个封面图。那怎么激活这个功能呢？我们点击左下角你的头像，点击这里一个设置按钮，找到这里有一个连接器找到这里的一个开瓦的 APP， 打开它，点击去连接，这儿点继续去连接
这里呢它会允许它要访问你的这些是否允许，点击一个允许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就已经连接上了。那当以后你不想用这个功能的时候，随时可以在这里来取消关联。接下来你要使用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在这个 GPT 商店里面去搜索开瓦，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去进行一些设计图面，直接去进行一些图片的一些设计。下面第9个功能就是这个也是最近 GPT-5 出来的一个最新的功能，那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功能。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加号，可以看到更多里面有一个研究与学习，点开它。那当你点开之后呢，接下来呢你就进入到一个学习的模式下。这儿比如说下面我随便找一个给我解释一个话题。这里 GPT 呢它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它会像一个真人一样的来反问你，来跟你聊天。比如说我这里让他帮我我来学习一下初中的一个正负数他还可以看到当给出了一些正负数的一些基础知识之后，他还会问你一个小题目，看看你理解的怎么样，他还会给你出一个题所以说现在可以看到有了学习与研究的功能呢。它不像以前的 GPT 这样呢，它是会有一个互动性。对于想要用 GPT 来学习的人呢，你就可以来使用它的研究与学习。当然你还可以给它上传一些相关的一些什么照片文件之类的一起共同来探讨学习。不像是以前可能只是你看看但是你不会开动你的大脑。但现在呢，它会来让你的大脑进行思考接下来比如说我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给我出8道选择题测试一下我对 GPT 的一个进阶技巧的一个掌握程度点击发送。这里可以看到我让他帮我出了8道题这里我想看一下我对 GPT 的一个使用程度结果他现在怎么样？要不要你先尝试做前4道，我来帮你检查答案，再继续后4道。那么我说不需要答案，他还会给你互动他会给你想办法。接下来我就直接告诉他了所有的答案可以看到他给我检查8道题，我对了7道，证明我对 GPT 的掌握了还是已经很高了。那大家可以利用好这个功能其实可以改变很多人的一个学习方式。那么最后一个功能呢，就是 GPT 代理模式。以前的 GPT 呢，可能只能跟你聊聊天儿，现在的 GPT 的一个代理模式呢，它可以在可控范围内来替你去网站执行操作，比如说打开网页，点击按钮，填写表格，整理下载的文件。那么你要写清边界，比如说帮我怎么样，在哪里去官网里去报个名只选免费票，或者说任何付款一律停止。那么遇到手机号或者验证呢，就可以暂停，每一步先复述再执行，然后把确认截图给我。这样呢，它就会一步一步按照你的指令呢往下做。你可以随时打断它，喊它停它这里可以看到我这儿就比如说一个跟护肤品相关的一个投资者简报它就开始去打开各种网站，迅速的去读取。想要停的时候，你就直接喊它暂停。有需要的朋友呢，你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代理模式。那今天呢，小鱼儿的分享就10个了，已经全部分享完全部给大家讲完了。如果说你能熟练掌握这些技巧，那么你的工作效率呢肯定会提升很多。如果说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并且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没有 GPT 的朋友呢，可以直接点击描述栏去购买 GPT 的独立账号，或者说直接代充升级。有任何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那么 GPT 的这10个功能你用了几个了？欢迎大家留言讨论。那么还有不会升级 GPT 的朋友可以直接点击我的这一期视频去观看如何去升级充值。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